给球友贴了一个樊振东 SZLC， 正好试打一下。它这个配置是正手尼奥兰国40度，反手是蝴蝶的 D05。这个作为对比啊，我正好我手里有一个自己的超章，这是一个阿尔玛，正手是有机的蓝省40度 2.15， 反手也是 D05。今天试打一下。那我和乔小雨打完之后呢，说一说感觉吧。先让他说。我先说一下结论。在同结构和同价位下，超级张继科和超级樊振东相比，张继科这个板子要完全好于樊振东。在小力量下，二者的差别不大，手感上有略微的差别。超级张继科的手感比较扎实，超级樊振东则是比较脆弹，但是声音不是特别的好听，有点像木鱼一样。发上力之后，差别就比较明显了。超级张继科发上力之后，出球的速度很快，旋转也不错，很扎实。超级樊振东则表现的比较闷，不走球，但是呢，在旋转和稳定性的方面也没有明显好于超级张继科。首先说明一下啊，这个对比的时候，这个超章它不是普通超章，它是一个阿尔玛的啊。其实新码啊，我觉得从这个硬度上明显变软，发力门槛也变低，旋转变强啊，可以说更好控制了。那么老的相对来说更扎实，底劲更大。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超章稳定，有人说呢超章崩弹？主要原因先说一下，这个超章其实外边是比较硬的，里边比较软。单纯从里边来讲，它的底劲呢并不大啊，很多时候呢就是够用而已，并不是说很出色的这种底劲儿。那么这些人如果说感觉这个超章打起来比较崩弹，持球不好，主要原因可能是发力相对来说差一点。我觉得就不管是老超章还是新超章，你发上力以后，它的形变还是非常好的。就是在中小力量下，因为它外边比较硬，你要打不透它，你就会感觉它持球不好。那么回到超级樊振东这块，它这个感觉呢，我觉得比新的超章要好一点。就整体的评价啊，如果我给分的话，或者是我个人的喜好来讲，超级樊振东新码的啊，它没有老码，是比超级张继科整体评价要好。这个好在哪儿呢？手感上更加扎实一点。啊，就是我喜欢的板呢，不喜欢那种没整使劲呢，就很通透。这时候呢，如果你发上力之后，它没有给你安全感，让你拉着球没有信心。那么和这个老超章比，其实我觉得小小雨说的挺对的啊，差距比较明显，你一打感觉不在一个档次。就是这个超章阿尔玛的和超级樊振东啊，虽然指导价可能都一样，2880，对不对？当然终端有折扣。其实从性能上讲，我觉得这个板子比这个板子贵出50%。我觉得是值的。那么阿尔玛超章和这个超级樊振东比，你看这正手，这个超章只是一个有机蓝省，我都刷好几遍了，2.15 40度，这是个新的尼奥兰国呀，2.1 40度。这个樊振东 SZLC 应该比这个持球要好，也扎实，底劲也应该足。那其实打起来并没有这种感觉。那如果超章配上尼奥兰国40度，和这个樊振东 SZLC 相比，那可能拉开的差距就要更加的明显一点。中小力量下，刚才小小雨也讲啊，这个板子我觉得不太喜欢那种声音，它有点偏那个波 A 的那种脆弹的感觉啊，它很脆，没有那种老的超级纤维那种感觉。声音呢跟波 A 还不太像，有点刚才讲的有点敲木鱼那声，我比较讨厌这种声音。这个超章的声音相对来说我就比较喜欢一点。这个软，出球稍微慢一点，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出这个软透发力门槛低，比这个旋转好，比这个稳定强，没有。这个发上力之后依然稳定性和它差不多。你到对拉退台之后，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弧线依然是不太好。就是樊振东系列就樊 A 的弧线好一点啊，你到樊 SA 前一段打也是，你发上大力之后，它的弧线都不好，就太平，不太好控制。樊 SZLC 其实比樊 SALC 的旋转弧线要略好一点，当然你得能发上力啊。那么从扎实程度来讲呢，樊 SA 比樊 SZLC 要好啊，这个呢是旋转好，樊 SA 呢是更扎实一点。底劲儿说一说，樊 SA 的底劲儿是比樊 SZ 的底劲儿要大的，樊 SA 的底劲儿比老超章来说毫不逊色啊，当然它这个旋转和弧线稍微要差点。那这个超章呢，阿尔玛的就比较全面一点。